我姓贾，身份是学者、知识分子。我主要研究的方向是人类文化史、艺术史和心理学，写评论也写散文。但是这个社会对学者不太尊重。我那时候和女朋友租的房子在5楼，有一天1楼的户主和居委会跑上来敲门，说我们是不是从楼上往1楼扔垃圾，说这个单元只有我这户是外地人。我相当的气愤，说我是个知识分子，是个学者教授，我怎么会扔垃圾呢？我住在上海有一阵子了，可能明年要回美国。世界各地很多城市我都居住过，纽约、克雷夫尔德、香港等等。我最喜欢的还是香港，这是一个很奇妙的城市，一中一西，热闹、安静，还很时髦。今天的饭局我是跟着朋友来的，桌上有认识的和不认识的，都是朋友带朋友的。那2个是房地产商、珠宝商，那边的是学者和诗人，还有一个说是政府里面的。大家互相介绍以后就开始聊大闸蟹，聊水乡，聊生活。别看这些珠宝商、房产商满口粗话，却个个都是知名院校毕业的。我知道贾说的往1楼扔垃圾的事情，他一直和女朋友住在一起，最怕那些小区居委会的老太太查他非法同居、重婚罪等等的。那时候还给居委会的老太太取了个外号，叫小脚侦缉队。贾每次在这个城市的时间里，我几乎天天陪他吃饭。饭桌上的贾总会挑一个他认为重要的人大聊特聊。这个人可能是重要的图书策划人，可能是个赞助商，可能是个留学生，也很有可能是个不漂亮的姑娘。今天我看他对乙很有兴趣嘛。我旁边坐的这个诗人满脑肥肠，足有250斤重。他一开始说自己吃素，后来大闸蟹一上就开始一声不响的大吃特吃，说自己吃素，谁相信啊？饭桌上有人怂恿诗人介绍自己的大作，诗人朗诵了自己的一首新诗。他弯弯地流淌在躺椅上，他轻轻地放了一个屁，舒服的我牙疼。没有了？一看就是不懂事的。诗人说，苏州女孩放屁都是细细的，像吴侬软语。现在听见有人跟别人说自己是诗人，我无语，感觉很傻很天真。你觉得现如今的社会还需要诗人吗？现在真正厉害的是饭桌上处于最放松状态的人说的话了。你会发现那么多无用的人和天才，那些呻吟抒发几句感慨的诗人，难怪被人称为废话派了。当然，饭桌上的男人说话时嘴都不干净，这样的场合我见多了。他们因为有女人，特别是有漂亮女人在场，会更得意地炫耀自己的经历，或者把1说成1000，说成万。当然也没什么呢，有用的自然有用，无用的交往不了1-2次就不会再有下文了。我喜欢吃重口味的菜系，川菜、湘菜、贵州菜比较合我的口味。但现在这些饭店越吃越没味道，一把一把的味精撒在碗里，
就像味精炒肉、味精炖鸡汤，每次吃过饭后要喝几大海碗的水。上次一起吃饭的有个老外，说是味精过敏，跟服务员说好菜里不放味精，结果一顿饭下来，老外起了一身红疙瘩，最后跑到医院去了。也不明白现在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吃大闸蟹，想来也是爱吃的跟起哄的一起。曾经网上看到过对于大闸蟹的讲究的吃法，是要使用蟹八件的，就是吃的时候所使用的小刀、小钳子、小锉子、小榔头什么的工具。据说高级的蟹八件工具是用纯银打造的。但你看现在饭桌上吃大闸蟹的人，满面潮红，唯一的工具就是一双手，用筷子使劲的把肉钻呀钻呀，用嘴咔嚓咔嚓的啃呀啃呀，稀里哗啦。纯平民的吃法，东西吃到肚子里酸。大家后来聊到了女人，珠宝商说他和情人好了3年，现在老婆终于和他离婚了。很早以前有好事的给女人分类：老婆、妾、婢、尼姑和妓。说老婆是门当户对的，放在家里管事的，却是不会让人太悦色的。妾是有声色的，却是提拔不上来的。婢是粗糙的，尼姑是让人觉得人生如此美妙，原本只供敬仰的，却能被赏满。妓，这是心目中的梦中情人，能陶冶情操，能胡说表衷肠的。那个时候有身份的妓女大都是达官显贵或者是文人的知音。青楼女子是当时天下女人中最有才艺修养、最温文尔雅、最善解人意和善于社交的女子了，是唯一一种能够吸引士大夫情感的女人。有人做了个中国古代名妓的排行榜，比如李师师、柳如是、陈圆圆、赛金花，其中赛金花的传闻最多了。听说过赛金花，不太了解，好像在清末民初很有名，但也就是个妓女吧。当初赛金花不过是被一些无聊的文人给捧红的。一个老鸨信口开河，自吹自擂，却被很多人当成历史真相。我真是替赛金花感慨，有福气嫁个状元，过了几年好日子，但老公早早去世，临了留给自己的遗产被族人侵吞，亲生女儿不能相见，而后女儿竟又在如花的年龄没了，生下的遗父子也只活了几个月。作为母亲和女人，赛金花的经历常人都无法想象，命运已经对她相当苛刻了。但毕竟是身在旧时古代，全天下女人都把生儿育女的痛苦当成是自己理应承受的，从没想过有半句怨言。赛金花的隐忍和坚强比很多男人都强，自古以来她都是一个了不起的有争议的女人。我们女人嘛，只要把有些东西运用得好，是一般男人所不能及的。前段时间有个同学来上海，住在我家，我请他在饭店里吃晚饭。席间我们回忆了做学生时候的趣事，说当年的校花戏话现在残得不行。他还谈到他的女朋友是怎么的聪明漂亮，家里还都是政府里的人物。快吃完的时候啊，说是出去买烟，然后我在饭店守着他的行李左等右等，然后打他手机被掐掉。等了他将近1个小时，他急匆匆的跑回来，
说是路上碰到一个人，他在这里能认识谁？看他那样，我就知道是临时放了一炮。他说时间太匆忙，还没进入主题就提前放炮，觉得给的钱不值。我说你就那么饥渴？后来他睡过我家的沙发，都感觉有股子骚味儿。今天来了一个漂亮的女人，就是乙，褐色的皮肤，五官长得很欧化，穿着超短裙，露出2条长长的腿，看上去洋派十足。走路的时候把身体摇晃得很厉害，丰满高挑。我们中间隔着好几个人，我竭力引起他的注意。乙介绍说自己是做贸易，后来知道我们还是老乡。我刚进门就感觉到甲的眼光黏着我。他身边坐着一个看上去很老实的年轻姑娘，应该是他的女朋友吧。像他这样的年纪，肯定有太太有孩子，没有离婚，并且经常换女朋友。第一次见面，他看上去很有涵养的样子，说话慢条斯理的，言谈中可以看出他见多识广。说到学术问题时，认真严肃，还比较喜欢说笑话。比较意外的是，我和甲还是老乡，还是同一所中学的校友。后来我们还用方言聊了很久。我以前大学呢有个同学，现在在北京做生意很有钱，他买了一辆加长的奔驰。有一天他把车开到了一个大饭店吃饭，到处找车位停车呀，找不到一个车位。饭店的保安特别诚恳地跟他说，嘿嘿，朋友，下一次啊，你们老板不要开这样长的车出来，车位不好找。来吃饭的基本上都是甲约来的人，然后约的人又带了人，我基本上都不太熟悉。今天他在我家上网，打了20-30个电话约人吃饭，都是用我的手机打的。他在外面从不用自己的手机给人打电话，有人打给他，他就掐掉，再用别人的手机打过去。甲约了一大圈人吃饭，但他从来不买单。甲看上去热情却不真实，但我知道有时候他在吴用的面前是连热情都懒得装。曾经听他说文化圈就是个江湖，我想他也是个老江湖了。我看过他跟从前的女朋友分手时候的态度，甲表现得相当冷漠和没有责任感。很多人读过几本书就自称为知识分子，其实硕士、博士、学者又会怎样呢？一个人的修养德行不在于他读了多少书。我认识一个博士后，超级喜欢占别人小便宜。另外一个所谓书香门第的，成天挖空心思想从别人那里捞到好处。在利益面前，所有的人都一样，管你有没有学问，读过多少书。我虽然只是中专毕业，但我比那些所谓高学历的有见识多了。知识分子，有钱人，一个是没钱想钱想得要命，一个是没文化装文化装得要命。说有一次国际车展，几个煤老板呢去看豪华车，每一次动作幅度都很大，说话声音也很响。车展的小姐很厌烦地走到他们面前，提醒他们。煤老板问其中一辆车多少钱，小姐很不屑地说我们的车不卖。煤老板说不卖你把它放在这儿干嘛呀？小姐说我们这是车展。煤老板说车展也会卖车呀。小姐说这车很贵。煤老板说多少钱？小姐说
很贵，一般人买不起。梅老板说这到底多少钱？小姐说这个车呀要预约的，而且我们也不卖，另外你靠近车千万当心点。梅老板眉头一皱说你再说，我连你一起买。甲在他那个圈子还是有些分量的，学术方面的书出版了好多本。甲的学术专著系列前段时间已经陆续出版，书的方向内容涉及了人类古现代文化史、哲学史、心理学。甲在社会上的认知度也很高，刚认识甲的人都会对他相当敬仰，觉得他机智而幽默，吃饭时还特别喜欢讲笑话。但他讲的我已经听过很多遍了。甲一来到这里就会给认识的人打电话，然后见面聊天吃饭，别人买单。有人替他买单，因为他是一个大学者，有名的大学者。而每个城市在甲的社交网里会有一个像电话账单似的名单，哪些是管哪种用的，哪些是备用的，分得非常清楚。今天吃饭的人越来越多，点的都是大闸蟹、红酒类的。历史说穿了，也就是被人写出来的，流传下来的也是当权者的历史。一个赛金花被传说、正说、外传、轶事，最后弄得赛本人也对传说深信不疑了，照着外界对自己的认同感进一步的拔高。其实像赛氏这样的人大体是没有受过什么教育，即便看上去与一般夫人不同，也只是因为比其他人见多识广一些而已。毕竟曾经跟着壮阳宫留过几年洋，而且后来长期生在烟花柳巷，什么人没见过的。但毕竟素质就那么一点，和再多权贵的人交往也带着风尘味。男人需要的也是他的那股子媚态。其实有哪个女人是生来就愿意做妓女的？史上包括现在的大多也都是生活所迫。赛金花最初也是因为年幼被人骗去逛花灯而陷入昌寮，而后来的第二次的重操旧业也是因为丈夫留给她的遗产被族人侵吞，被迫沦落风尘。所以人呐，很多事情都是走到一步算一步，哪有那么多人生规划的？谁能知道将来怎样？只不过把眼前的过好。都说人算不如天算，我外甥的一个同学说是算了一卦，有人跟他说最近几个月有血光之灾，可能会出车祸，然后他就天天待在家里不出门，整整3个月。结果一辆油罐车发疯失控，直接撞到他家里。临死前白白的担惊受怕了几个月，还不如该干嘛干嘛，或者人生就有了转机。一个女人啊，再有名还是必须恪守妇道。像赛金花这样的女人，有名有什么用？到最后还不是晚年凄惨。现在都说庚子年时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城，赛氏为保护中国人不知遭到杀戮，奉劝当时的联军统帅瓦德西，甚至说后来国事的交涉也完全多亏了赛氏。其实赛氏啊，根本没有传说的那么神通广大，就赛金花那一点德语是好不到哪去的。我甚至怀疑啊，他根本就没有见过瓦德西，即便是见过了，人家瓦德西也没有那个权利答应这些请求。他为了那点皮肉生意交往的一些人，不过是军营里边的中尉、少尉而已。
现在这个社会终归是个男权社会，不要说过去，现在将来也是一样。除了以前的武则天把中国治理了一把，临了还不是要把权力再还给李姓。后来的慈禧倒是勇敢的奔着自己的享乐去的，最后遭世人唾骂。问问现在的男人，知道几个中国有名的女人？他知道的不过就是妲己、西施、虞姬，外加杨贵妃和赛金花这些人。有的倒好，直接回答中国几大名妓。所以你让女人能怎么样呢？一个人一辈子的成就能有多大？留个名让后人知道，你难道还会在地底下乐开花笑啊？所以现在此时过得怎样，开不开心最重要了。我曾经在网上见过赛金花的照片，太普通的一个女人，实在是算不上漂亮，都不明白她凭哪点能够迷倒那么多人。可能见到本人会好点，但现在又有谁见过她真容？都是些文人道听途说后，把她加工想象成一个绝色而有才情的女子，然后有了那些关于赛的话剧、戏曲和小说等等。赛金花作为一个女人，能为那么多男人关注，也是有着手段的。她10几岁就开始专攻取悦人的手段，不是一般人能够学会的。像她那样的眼风微瞟、娇嗔、软糯的口音、曲意的讨好，都已经成了习惯了。只要是男人嘛，如此这般也是挺受用的。其实很多男人对于赛金花这样的，心里明明想得很，又怕会占星，还忍不住要偷看，要打量，制造某些机会，碰巧遇见的，便在心中开始意淫，还得要装得正襟危坐，忍了那叫一个辛苦。人面前呢，还要刚正不阿不懈，回到家里没人的时候，就心猿意马，龌龊犯贱。这是中国正经的道貌岸然。这点啊，还是西方人直接，喜欢就喜欢，说得清楚就行，没那么多心理活动的。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生存的潜规则，各个行业跟技业又有多大区别呢？有领导，有客户，跟在后面阿谀奉承那些衣食父母的，都要做的专业。除了诗人，把自己介绍给大家的时候，谁都会把自己说的谦逊合理，有脑子的会把自己说的没那么十全十美，有点小毛病无伤大雅，显得你是个真男人，还充满智慧，但总归是那么清清白白，